上一世，作为家里的血包，我在极热的末世被亲生父母和弟弟榨干了最后一滴血。为了换一袋发霉的大米，他们竟然打断了我的手脚，像卖牲口一样，把我卖给了野狼帮的强哥。就连拼死救我的金毛豆包也被乱棍打死。苍天有眼，让我重生回到了末世降临的1个月前。更惊喜的是，我竟然觉醒了能听懂猫狗心声的逆天异能。这一次，面对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吸血鬼家人，我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乖乖女。我不仅要断绝关系，还要亲手把他们送进那个在高温下会变成活人微波炉的玻璃豪宅。当秩序崩塌，焦土遍地，我将带着我的猫狗特工队躲进打造好的顶级安全屋，吹着冷气，喝着冰可乐，笑看这群渣子在地狱里挣扎求生。专家警告，近期超强地磁风暴引发的太阳耀斑已达 X 级，全球部分地区通讯中断，多地气温出现异常攀升，请市民做好防暑准备。重生回来的第一秒，迎接我的不是温馨的问候，而是一个狠狠扇过来的巴掌。视野中，母亲张兰那张脸因为极致的愤怒而扭曲变形，像极了地狱里的恶鬼。沈巍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你弟弟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女方那边非要这套婚房，你作为姐姐，把你在市中心那套小公寓卖了，给小杰凑个首付，怎么了？空调的凉风吹在皮肤上，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我看到了坐在沙发上吞云吐雾的父亲沈建国，也看到了翘着二郎腿满脸不耐烦玩手机的弟弟沈杰。妈，你别跟他废话，他就是自私。反正丽丽说了，没有江景大平层，这婚就不结了。姐，你要是不帮我，那就是逼我去死。沈巍，你听到没有？你难道真要看着你弟弟打光棍？上一世就是在这个房间，我被道德绑架，一步一步走向深渊，最终在极热的末世里被这群亲人打断手脚，像牲口一样卖给了食人魔。妈妈心跳好快，妈妈在发抖。那个老妖婆好凶，我想咬她。不行，咬了人妈妈会赔钱。妈妈又要吃泡面了啊！可是她欺负妈妈，我是不是该把那个玩手机的坏蛋推倒？豆包，妈妈为什么看着我？是不是豆包不可爱了？我要不要翻肚皮给妈妈看？我死死攥紧了拳头，指甲切入掌心。我不仅重生了，还能听到爱犬的心声。上一世，豆包为了救我被乱棍打死，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沈巍，你哑巴了！坏女人，不许碰妈妈！慢，当然慢。姐，你想通了？我想通了，毕竟小杰结婚是大事。不过，妈，我那套小公寓才50平，卖了也就100多万。现在市中心的江景大平层，首付至少得300万起步吧？这点钱够吗？那个丽丽看中的那个楼盘，首付确实要的多点，所以我和你爸商量了，我们的养老金也拿出来。那也还差得远呢。既然要买，就买最好的。我知道有个楼盘叫锦绣豪庭，顶层复式全景落地窗，就在江边，绝对符合弟妹的要求。不过首付要400万。锦绣豪庭那是豪宅呀！姐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？光卖我的房肯定不够。爸妈，为了小杰的幸福，要不你们把现在住的这套老房子也去抵押了吧，再加上我的房款，凑个首付绰绰有余。以后小杰住进大豪宅，还能不把你们接过去享福？为了防止这家人反悔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带着他们直奔全城最奢华，也是未来最致命的烂尾楼盘——锦绣豪庭。沈小姐，这套顶层复式可是我们的楼王，全屋采用了最新的透光玻璃，360度无死角采光，夏天都不用开灯，通透。这玻璃看起来好像微波炉的门啊！如果不拉窗帘，远望晒太阳会把毛晒焦的。姐，这也太牛了！你看这江景，这采光，丽丽看到肯定得疯啊！可是这价格580万，首付就要快300万。哎呀，这老房子抵押了，也还要借不少啊。叔叔，这已经是内部价了，而且这房子现在抢手的很。你们要是资金不够，我们这边有合作的金融公司，可以做个过桥垫资，利息很低的。所谓的金融公司，其实就是挂着牌子的高利贷。上一世，沈杰因为征信太花，贷不下款，是我替他背的锅。而这一次，轮到他们自己享受了。那个垫资，妈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，大不了以后我努力工作还钱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姐吗？姐工资那么高，帮衬我一点怎么了？是啊，妈，
先把房子拿下来要紧。我的房子已经在挂牌了，中介说最快1周就能出款。你们先把这套老房子抵押了，凑个定金和首付的大头，剩下的我来补。我特意以征信受影响为由，没有在任何担保文件上签字，而是全程看着沈杰签下了那个利息高的吓人的电磁合同，并按下了手印。那个鲜红的手印就像是地狱的邀请函，通往死亡的单程票。他们已经拿到。妈妈，那个胖子签了字，为什么那么开心？他身上有股倒霉的味道。因为他觉得自己赚了，殊不知他签下的是死刑判决书。搞定了沈杰的豪宅，我立刻开始处理自己的资产。为了在末世前筹集到足够的资金，我必须争分夺秒，哪怕是割肉。220万，我那房子市价至少280万。沈小姐，您要的是24小时内现金全款到账，而且我们还有承担过户期间的风险，就这个价，做就算了。做，马上签合同。钱必须今晚到账。在末世，1斤大米都比1叠房产证值钱。拿到钱的瞬间，我立刻打开手机，下载了市面上所有借贷 APP， 信用卡、网贷、消费贷，凡是能撸的口子，我全撸了一遍。第3天晚上，我回了一趟父母家，参加所谓的庆功宴。维维啊，你看你的房子也卖了，钱什么时候转过来？那边催首付催得急。妈，钱我已经转到这张卡里了，这是我给小杰办的副卡，密码是小杰生日。姐，你是我亲姐，太给力了！不过这钱现在还不能动，银行那边说大额转账要审核，大概要3天才能解冻。正好这几天公司派我去灵氏山里写生采风，我想带豆包一起去，顺便散散心。其实那张卡里只有200块钱，那张所谓的转账截图不过是我用 PS 做的假图。至于为什么是3天，因为3天后他们抵押老房子的钱就会到账，并且转给开发商，那时他们已经骑虎难下。妈妈，我们不回来了吗？我的磨牙棒好像落在沙发底下了。算了，反正那个家一点都不好闻，全是贪婪的味道。不回来了，妈妈带你去个新家，一个只有我们，没有人欺负我们的新家。离开家后，我开着那辆为写生买的2手 SUV， 直奔城郊的青鸾山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云隐民宿。上一世，这里曾是末世中著名的幸存者基地。哇，好多树，好多味道。妈妈，那边有一只兔子说它屁股痒，那边还有一只鸟在骂她的老公不回家。这里太好玩了。哎呀，姑娘，你是想租来做工作室啊？哎呀，那你可真有眼光，这地方清静，灵感多。这景啊，早就枯了，现在就是个摆设。这群两脚兽真笨，这石头下明明全是水，凉快的很。吱吱，我要搬个松塔进去藏起来。不仅有水源，还有现成的地热温差功能条件，只要再配上订购的那组大容量工业蓄电池和太阳能电解系统，能源问题就解决了。老板，这地方我挺喜欢的，我想长租，用来做沉浸式密室恐怖逃脱的场地。我一次性付清20年的租金，您给我个打包价40万。成，40万就40万，咱们现在就签合同。妈妈，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吗？这里的土好软，适合埋骨头，而且没有任何坏人的味道。是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接下来就是疯狂基建和囤货的时刻了，地窖要挖大2倍，还要隔出一个专门的无土栽培区。走，豆包，我们去检查地窖。虽然有了基地，但我深知自己战斗力不足。这一天，我在农贸市场寻找物资时，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心声钻进了我的耳朵。左边3寸，那是他的颈动脉，只要笼子一开，我只需要0.5秒就能挠穿它。愚蠢的两脚兽，还在拿棍子戳我。等我出去，先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当球体。老板，这猫我要了。多管闲事的女人，差一点就得手了。不过这女人的眼神有点意思，不像那些只想吃猫肉的疯子。你好啊，小猫咪，我是豆包，我有好多好吃的。离我远点，傻大个，一身蠢味儿。别以为有这女人护着你，我就不敢动你。以后你就叫花臂吧，只要你不伤人，进口罐头管够。受了这么多苦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领地。贿赂我，起码要京腔鱼味的。这女人的手比刚才那个拿棍子的暖和多了。回到民宿，我打开笼子的那一刻，花臂没有逃跑，而是优雅地走出笼子，像巡视领地的王者一样走了一圈。他在院墙的几个死角停了下来，鼻子微动，
似乎在评估这个密室的防御强度。这儿的老鼠太多了，影响本大爷休息。这是保护费，以后这片地盘我罩着。东边那个围墙根有蛇爬过的味儿，待会儿就把它咬死。以后家里的一草一木就拜托你啦，花臂，成交。有了一文一武两只神兽，我开始心无旁骛地进行基地改造。我雇人清理了水井，把防空洞地窖改成了生活区，并安装了厚重的防盗门。老板，你这密室搞得挺逼真啊，看着就瘆人，连窗户都封死了。恐怖密室嘛，要的就是这种压抑感，不见天日才吓人。改造期间，花臂成了最严格的监工，他似乎很满意这个新家，每天都在巡视领地，并通过新生向我汇报防御漏洞。龙桥那边的铁丝网有个洞，连傻狗都能钻进来，赶紧补上。后山来了只黄鼠狼，想偷你的鸡，已经被我解决了。在花臂的指导下，基地的防御可以说是滴水不漏。妈妈，这个泥巴浴好舒服，我要变身成石头狗了。智障，不想承认认识这个。看着一猫一狗在院子里追逐打闹，我在这压抑的倒计时中，久违地感到了一丝烟火气。基地硬件搞定，接下来就是填充物资。我以搞冰雕展的名义，低价订购了10吨工业冰块，存入地窖。而在囤积肉类时，我的兽语技能再次立了大功。哎呀，主人愁死人了！那仓库里还有5吨上好的牛腩，就因为包装袋印错了日期，超市不收，再放进去就要赔死了。明明肉是新鲜的，昨天晚上他还给我煮了一块，香得很。妈妈，那个两脚兽大叔虽然长得凶，但他现在好伤心，心跳很快，像是在求救。那个黑大个没撒谎，那车里全是大肉肉的味道，没有坏肉的臭味儿。师傅，听说你手头有一批尾货要处理，价格合适的话，我全收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开宠物食品厂的，鼻子灵。最终，我以3折的白菜价拿下了这批物资。除了物资，我还买了2把高磅数复合弩。这段时间，我每天都会在院子里练习射击。起初，花臂对此嗤之以鼻。偏了，又偏了，这箭法连我都射不住。梁教授，你的呼吸乱了，看准那阵风，顺着风尾放箭。妈妈不得，豆包给你吹吹，咱们不练了，豆包可以保护你，豆包会咬坏蛋的屁股。勉强能看了，总算没白费大爷我晒着太阳指点你。倒计时只剩最后1天，我给民宿大门上了3道锁，用原木顶死。傍晚，我做了一顿最后的晚餐。然而，山里的气氛开始变得不对劲，气压太低了，那些蠢鸟都飞走了，连蚂蚁都在搬家，空气里有一股烧焦的味道。妈妈，我害怕，我想躲到洞洞里去。下来吧，我们要进屋了。沈杰发了一张落地窗夜景图，配文：在这个城市最高的地方俯瞰众生，底下全是亲戚们的点赞。看着这张图，我只是冷笑。俯瞰众生，再过几个小时，那里就会变成离太阳最近的刑场。窗外，原本漆黑的夜空突然泛起了一层诡异的暗红色，一股无法形容的热浪，仿佛无形的巨兽，瞬间吞噬了整个世界。来了，末世你。0点过后的瞬间，世界仿佛被扔进了微波炉，即便拉着窗帘，室内温度计还是在半小时内从26度飙升到了38度。妈妈，好热，地板烫烫，我是不是要熟了？该死，这鬼天气是想把本大爷烤成猫干吗？空调呢？那个吹冷风的盒子怎么不转了？走，下地窖。哇，好凉快！天堂，这里是天堂！高温持续了1周，城市电力系统全面瘫痪，朋友圈里一片哀嚎。我刷到了沈杰最新的动态，没有了炫耀，只有崩溃。哎呀，什么破豪宅啊！
中央空调坏了，物业也不管，热得老子睡不着。哎，有没有人来修空调啊？这才刚开始呢，那引以为傲的全玻璃幕墙，现在就是个巨大的聚光温室。好好享受吧，我的好弟弟。这天中午，我正在给花贝开罐头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妈妈。维维，你在哪儿啊？救命啊！热死了，真的要热死了！现在的温度都快60度了，你爸中暑晕过去了，怎么叫都不行。60度，那岂不是能做慢煮猫饭了？妈，我现在在山里写生呢，信号特别差，而且这边路都封了，出不去啊。那你转钱，快点，我们去住酒店。转不了啊，妈，网都没有，而且我听说酒店都被抢空了。你们还是在家里待着安全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多喝热水，防中暑。唉，以后我们都不用听那些噪音了。有恶意的东西在靠近大门，不止一个，手里拿着铁家伙。我眼神一凛，笑容瞬间消失。我放下手中的猫罐头，转身操起挂在墙上的复合弩，拉满弓弦，对准了那扇厚重的防爆门。看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电话挂断半小时后，几个村民来到青鸾山大门外。妈的，这大门封得跟铁桶一样，连个缝都没有。那娘们肯定躲在里边吹空调喝凉水呢。老二，给我砸！只要砸开这扇门，里边的水和吃的都是咱们的。妈妈，外面那几个人好重，那是贪婪和恶意的味道，就像前世那些卖掉妈妈的人一样重。他们想闯进我们的家，抢走妈妈给灯光存的古董。大门上方的槐树传来响声，风条摔碎，这是花臂昨晚切下的马蜂窝。啥玩意儿，黑乎乎的？马蜂！这么大的马蜂啊！救命啊！我的脸！地窖内冷气充足，我盘腿坐在高清监视器前，手里拿着半个冰镇西瓜。自作孽不可活，这只是给你们的一点见面礼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哼，一群蠢货！这可是本大爷昨晚费了好大劲才弄下来的，为了他，我还被叮了个包。杨教授，这肉干味道不错，看在肉的份上，东墙根那几个洞我会钉死的。因为他们贪婪。豆包，记住妈的话，在这个吃人的世界里，对坏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。如果我们不反击，现在在外面惨叫的就是我们。10分钟后，光头被蛰得面目全非，眼睛肿成一条缝，嘴唇外翻。他和几个村民滚下山坡，躲在一块巨大的岩石后面喘息。大哥，这地方太邪门了，咱们撤吧。那马蜂专门盯着脸蛰，太可怕了。扯个屁！你没看见吗？那上面树多绿啊，还有那么大的马蜂窝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上面肯定有水源，不然这些东西早旱死了。只要拿下那里，咱们就能活命。哎呦，那咋办啊？那马蜂太厉害了，咱们靠近不了啊！哼，怕什么？畜生毕竟是畜生，怕火是天性。等晚上，咱们带上汽油和火把，我就不信一把火烧不进那个乌龟壳。到时候那娘们是死是活我不管，但那些物资和水必须是我们的。夜幕降临，地表的余热依然让空气燥热。正在沙发上打盹的花臂突然惊醒，耳朵动了2下。那群臭烘烘的老鼠又来了，这次他们身上带着一股刺鼻的味道，手里还拿着火。梁教授，别睡了，他们在东南角那个铁丝网附近扎堆，正准备点火烧你的窝。想玩火？既然你们不想体面的离开，那我就帮你们体面。给你们加点料，希望能让你们冷静冷静。光头带着10几个村民摸到民宿围墙外，他们手里提着白色塑料桶，里面装着刺鼻的劣质汽油。大哥，这娘们好像睡死了，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这回咱们肯定能成。动作快点，别磨蹭，先开了就往里泼油，点着了火，
咱们就冲进去。我在铁丝网上通了高压电，虽然电压调低了不致死，但足以让人瞬间丧失行动能力。我操，有电！这墙上有电呢！还没等村民们反应过来，原本死寂的树林里亮起了无数双绿色的眼睛，密密麻麻的在黑暗中浮动。谁在那儿？别装神弄鬼的！弟兄们，开饭了！这是我们的地盘，挠花他们的脸，咬断他们的裤脚，进攻！鬼呀！这山上有鬼，猫妖是猫妖！救命！我的眼睛，什么东西咬我的腿啊！我穿着黑色的战术背心，站在2楼的露台上，手里端着复合弩，夜视一下的红点锁定了试图逃跑的光头的大腿。我的腿！惨叫声在山谷回荡，剩下的村民吓得丢下同伴，四散奔逃。警告！警告！本区域已被划定为严重传染病隔离区，已发现多例出血热病例，全区封锁，擅入者死。传染病！快带我走！我不想死在这里！看着暴徒消失在夜色中，我并没有放松。我知道，血腥味会引来更凶猛的野兽。切，一群弱鸡，连我一根毛都没碰到。不过那个光头身上的味道很恶心，那是亡命徒的味道，他肯定还会再来找麻烦的。我知道，下次来的恐怕就不是这些拿锄头的乌合之众。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，面无表情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敢踏进我的领地，下场只有一个。极热第15天，锦绣豪庭全玻璃幕墙的设计，让室内温度逼近60度，停水停电多日，豪宅里弥漫着恶臭。水，有水了！我找到水了！小杰，给妈喝一口，妈快不行了，嗓子冒烟了。滚开！这是我的，我想活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喝了也是浪费。我的头！一瓶水不够解渴，沈家父子盯上了小区中庭满是死鱼烂虾的景观池。滚！这水是我们这栋楼的，谁敢靠近，打死谁！凭什么？我也是业主，我也交了物业费的，这水有我的一份。物业费？你脑子烧坏了吧？现在拳头才是硬道理，打死这群抢水的！让你抢！沈杰鼻青脸肿地逃回家，绝境之中，他想到了那个被他抛弃的姐姐，也就是我。姐，我错了，你救救爸妈，妈头破了，快死了。你以前不是说最疼我吗？你肯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你在哪里？我去找你。我有车，我马上就去。想找我？行啊，我在地狱。姐，我知道你在里边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别以为躲在里边我就进不去啊！照片里，几个满身纹身的大汉破门而入，沈杰跪在地上求饶，身后是一把明晃晃的西瓜刀。随着尸体腐烂和卫生条件恶化，城市成了虫子的乐园，这种恐怖蔓延到我身上。哟，恶心，太恶心了！这些脏东西想钻进我的猫砂盆。梁教授，快把他们弄死！我不想踩在这些爆浆的虫子身上。想把这里当巢穴，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，做梦！我戴着防毒面具，手里拿着改装的喷火器，喷火器连接着背后的储罐。请你们喝点特调鸡尾酒，去死吧！半小时后，院子地面铺满焦黑的虫尸，手机震动，屏幕显示彩信。沈杰满脸是血，被强哥踩在脚下。随后电话响起。姐，救命啊！是野狼帮，是那个放高利贷的强哥，他们要杀了我，他们绝对会杀人的。沈小姐是吧？你弟弟欠我400万，他说你有物资能抵债，你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选。所以呢？我们正在去你那儿的路上，识相的把物资准备好，把门打开，不然我就把你弟弟切碎了喂狗，顺便也送你下去陪他。你知道我在哪儿？
姐，我没办法，我不说，他们想剁我的手，你就给他们一点吃的吧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，姐！我看着监控屏幕，面无表情。上一世强哥杀害了我。好啊，既然来了，就别走。欢迎光临我的猎场。通往青鸾山的路变成了死亡公路，我放出了无人机，全程监视着这群不速之客。那是被饥饿逼疯的变异野狗群，它们皮包骨头，双眼血红，闻到了车里食物的味道。中间那辆车里挤着狼狈不堪的沈家三口。救命啊！小姐救我！这狗咬我！别咬我！别咬我！小杰，快拉住你爸！快啊！面对父亲的求救，沈杰眼中闪过的不是担忧，而是狠厉。对他来说，被咬住的父亲只是个会引来更多野狗的累赘。别连累我！沈建国的惨叫声很快被咀嚼声和野狗的喊声淹没。他至死都不敢相信，自己宠溺了一辈子的儿子会亲手把他送进狗嘴。不怪我，是他自己掉下去的，不怪我，我想活。地窖内，我看着这一幕，并没有流泪，甚至没有一丝愤怒，我只是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。那个胖子好坏，他的爸爸喂给狗狗吃了，这种肉狗狗吃了会拉肚子的，那是坏心眼的肉。放心，他很快也会付出代价的。这种人，老天不收，我收。我的好弟弟为了自己活命，亲爹都能杀。屏幕上剩下的2辆车丢下沈建国的残骸，冒着黑烟冲出包围圈。强哥，欢迎来到地狱，希望你们喜欢我准备的这份大礼。日头毒辣，地面烫的冒烟，空气扭曲。强哥没废话，厚底军靴踩在沈杰烂脸上，脚尖转圈发力。救命啊！这不亏我了吗？姐！哎，出3事不开门，先剁这肥猪1只手，下酒。别！求你们别打了！维维，死丫头，你开门啊！你要害死全家吗？哭嚎没用，只换来山顶大喇叭里滋啦一声电流爆音。强哥，手别抖，听听这好弟弟一路怎么骂你们的，这里专门给你留的。扩音器声音在山地上撞来撞去，全是火，放的正是沈杰在车里踹亲爹下车时的录音。山上只有我姐和死老太婆，还有条狗，杀上去物资全是咱们的，到时候把那帮放高利贷的傻逼毒死，东西我们平分。不哥，那是合成的，贱人害我的。放高利贷的傻逼，毒死我们，独吞。沈杰，你行。强哥，冤枉，真没说。兄弟们，听见没？这猪把咱们当猴耍，冲上去拿下山头，只要活剐了他。爆头冲进缺口，脚下全是血。3、2、1，走好！我循惯着碎肉炸开、化肥加汽油的腿，威力够大。腿，我的腿啊！烟尘里全是惨叫，强哥捂着腿，满手血，死盯着角落里的沈杰。强哥疼得脸皮抽搐，不攻山了就想杀人。那个骗他进雷区的沈杰，正好就在手边。妈的，扫把星！我废了你！你别杀我，强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妈，救我！别动我儿子！血喷出来，溅沈杰一脸。张兰替沈杰挡了刀，刀嵌进脖子。妈，你别吓我！晦气，找死！沈杰嗓子扯破了，抱断腿打滚，一身血泥尿。强哥，那娘们有炸弹，再不走都得交代。山脚下死寂，只剩烈日暴晒和沈杰哀嚎。地面温度接近65度，每一秒都煎熬。沈杰断腿，血流不止，却顾不上疼，拼了命的往山顶爬。
姐，我错了，救救我！妈死了，妈被他们给杀了！开门，给口水喝，疼死了！我是你亲弟弟啊，姐，看在爸爸的份上，救救我啊！空调房里，我看着屏幕上那个像蛆蠕动的身影，面无表情。上一世，我也曾这样苦苦哀求过，换来的却是嘲笑和死亡。现在知道是我弟弟了，把你亲爹喂狗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他是你爹？花臂，早想动爪子了，这一身馊味儿比死耗子还冲。去吧，送一程，别让他死太快。沈杰嗓子哑了，突然树林传来动静，像无数翅膀扇动，盘旋的变异扑救收到信号，收拢翅膀俯冲下来。走开！滚！那是我的肉，我的肉！姐，救命！有鸟在抽烟！日落，惨叫声没了，我全副武装走出大门，穿着防刺服，手持复合弩，左右跟着我的猫和狗。妈妈，坏人死透了，这儿臭，豆包不喜欢，全是死味儿。债清了，下辈子别做人。回到监控室，我并没有歇着，我放出无人机，沿强哥逃跑路线搜寻。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最后果然是乌合之众。强哥断腿，要休着。手下人不想带累赘，更不想分物资。树林里没人说话。邢老板，老子没死，把车放下，那是我的车。哼，强哥，别撑了。没油了，你也废了，兄弟们想活，只能各走各路。小弟胸口中弹，看胸口大洞，慢慢倒地。强哥手里枪冒着烟，后坐力震得伤口剧痛，差点晕过去。枪声暴露了位置，也暴露了我想要的东西——热武器。这年头，枪就是话语权。一把土猎枪，一把仿制手枪，好东西。归我了，花臂，拿枪的归你，别让他开第二枪，我要活的枪。哼，瞧不起谁呢？看好了，上去吧你！手！打劫，手举起来！强哥彻底没戏了，横行半生，栽在个小姑娘手里。还有多少人？大本营在哪？重武器有什么？实话实说，给你个痛快。没了，都在这儿。导演老大在城里，他要跑，飞机跑。搜刮完战利品，我拿到了2把土猎枪、20发子弹、1桶汽油，还有强哥私藏的一小袋黄金。滚！别让我看见你！回到地窖，我清点着收获，枪在手，心里稳多了。吃！哇，肉！坏蛋没了，吃饭都香。豆包要吃3大碗。那是我捡的石头，上面趴着几只死甲虫，泛蓝光。深夜，我擦拭着枪支，地窖温度不稳，空气里透着燥意。香，要吃，给我，身体里有火烧。花臂，吐出来！好烫，肚子要着火了！救命！梁教授，花臂！我把花臂扔进冰水里，水接触他身体的瞬间便沸腾了。上来了，要炸了！花臂进化时，外面变天了。最后一天，气温飙到72度，2小时跌70度。
先是黑雨加冰雹，接着是大雪。极寒来了，快！风头风口，开壁炉！雪太大，埋得太快，排气口堵死。糟了，口子堵了！廖教授出不去了，火球走了，来了个白的，要把这儿填平。极寒第7天，暴风雪把门封死了，地窖里的空气警报响个不停，吵得人心慌。红灯一闪一闪，照的墙壁像涂了血，氧气浓度不到15%。这地方现在就是个密封罐头。梁教授，睁眼！这都不行了，你凉了，我找谁开罐头去？起来！上面风扇停了，那个洞堵了。真废物，还得看我的。管道尽头，风扇叶片被倒灌进来的雪水冻得死死的，结成了个大冰坨子，气流完全断了，这冰硬得跟石头一样。给我开！老子是猫王，碎冰算个屁！碎啊！地窖里的气快没了，我觉得胸口压着块大石头，意识都要断片了。头顶管道里突然咔嚓一声，一股冷气夹着雪粒顺着管道猛灌进来。通了，牛逼吧？赶紧，那个金枪鱼罐头给我开了。3天后，雪停了，我背着包扎好的花瓶，领着豆包，费劲推开顶层舱门。不对，这风里有血味儿，很冲，往这边来了。极寒不光冷，变异生物恶得可怕。花臂进化后发现大的惊人，那点冻干根本不够塞牙缝的。饿死猫了！我要肉，带血的肉乎肉，再不给肉，我就把傻狗给炖了。别吃我，我馋，全是骨头！妈妈救命！别嚎了，确实该补补了。不想饿死，就跟我出去弄点吃的。林子里静得瘆人，我带着一猫一狗，踏着膝盖深的雪，摸到了那只变异驯鹿的地盘。豆包，骚扰，花臂，找机会。这脚真硬。死吧，大肉块！这仗打得累人，好在肉多。我拖着猎物往回走，豆包突然在一处被雪盖着的山坳前停住了。妈妈，这味儿不对，不是肉，是那种看猴骑车的地方，里头还有小东西在哭。
手电光打进去，车里全是冻僵的猛兽尸体，狮子、黑熊都残缺不全，互相吃过。变异白虎，还是一头。这回捡到宝，顶级的苗子。我把虎崽子带回地窖，暖气一吹，食儿一喂，这小东西很快就活泛了。既然能吃，以后就叫饭团吧。你是猫吗？咋长得像大白狗啊？来，哥给你检查检查。走，歪老子！哼，傻狗终于踢铁板上了。这小东西行，天生的坦克。有了饭团，队伍算齐了。我出去倒垃圾，顺道查查陷阱。军用极地靴，防滑纹。附近有正规军。梁教授，脚印是新的，不到半个小时，而且有血味，还有火药味，往乱石岗去了。追上去，要是敌人，李森下手。乱石岗风很大，卷起的血沫像刀子一样刮脸。一个穿残破迷彩服的男人正死死靠着岩石，他左胳膊已经脱臼，鲜血顺着指尖滴落在雪地里，瞬间冻成红色的冰珠。来呀，畜生！只要我心里还有一口气，你们就别想过去。我趴在50米外的雪坡后，透过高倍率瞄准镜，静静地看着。妈妈，那个梁教授的灵魂好重好重，他好累，但他心里的火还没灭。他是个好人，豆包想帮他吹吹伤口。梁教授，离他远点！这家伙身上全是冷体和硝烟的味道，也是职业杀手的气味。这种人就算断了手，也是个致命的麻烦。花臂，去侧翼。豆包，留在这里接应。狼王跳起来，直奔谢岩烟。谢岩躲不开，只能举胳膊硬挡。是。狼群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飞影从岩石上跳下，花臂爪子一挥，离得最近的那只龙头颅就被撕开。我滑下雪坡，捕猎枪指着剩下的狼，滚！半小时后，谢岩被带回了观察室。我包扎伤口的动作利落却粗鲁，完全没把这位军官当成贵宾。谢谢，这地儿不简单。你是这片领地的觉醒者。我叫沈维，武器我收了，等你伤好立刻离开。我这里不收留麻烦。麻烦已经来了，姑娘，你守着这么大一份家产，却只想独善其身。野狼帮的侦察兵已经在附近消失了，他们的大部队很快就会把这踏平的。踏平就踏平，那是我的事儿。你们正规军不是讲究牺牲吗？那是你们的英雄梦，我只想带着我的猫和狗活下去。牺牲是为了让更多像你这样的人能活着。如果你只看脚下的雪，早晚会被雪埋了。沈巍，合作吧，这不仅是为了救我，也是为了救你自己。妈妈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他在担心我们，他的心跳没撒谎。那就看你有没有命活到那个时候。花臂，盯着他，要是他敢乱动，直接挠断他的喉咙。哼，早就准备好了，梁教授，希望他最好别给我这个机会。听到野狼帮，我眼神冷了下来。上一世的仇家，这辈子送上门了。看看，这就是他们干的事。
他们不光是流氓，是一支有重火力的掠夺军团，改装车、重机枪，甚至有热成像。他们正像蝗虫一样扫荡这片山。我没说话，逃。这堡垒是我全部心血，外面零下60度，逃就是死。我不走，既然来送死，我就成全他们。哼，你挺狂，但光靠2把土枪和几只宠物挡不住。想活命，得合作。接下来几天，谢岩伤刚好点，就开始教我步伐。老虎天生会杀人，但他只会蛮力，教他伏击。还有这儿，雪底下埋半雷，高度膝盖往下3寸。真好用，但那教那个锁的姿势真好使，一咬一个准。第5天半夜，雪停了，在外头放哨的花臂突然疯了一样冲回来，一头撞开门。来了，好多大车，动静特大，就在山脚。我和谢岩扑到屏幕前，漆黑的山道被车灯照得通亮，一支钢铁车队正往山上开，引擎声震得地皮发颤。好了，主力部队起码50人。关灯，静默，准备干活。探照灯光柱像利剑划破夜空，死死锁住半山腰的火速。热成像有反应，底下有热源，温度高，肯定有大雨。几个拿探雷器的喽啰走在前面。老大，有雷，土造的。雕虫小技来了。看陷阱这么容易被破，我手心冒汗，握枪的手指发白。专业的，这是正规军打法。只要赶进院子，我就有办法收拾他。车队在距大门200米处停下。独眼狼看着死寂的堡垒，笑了笑，一脸残忍。乌龟壳，老子最喜欢砸壳，把那玩意儿拉出来，给里面的娘们听个响。只见一根粗大的工业板，不知道什么材质，焊在一个独轮车上，后边焊接着一个液化煤气罐。对准大门3发急射，放！看到我那一下，谢岩瞳孔一缩，铁气炮，趴下！第一发炮弹砸在院墙上，巨大的爆炸震得地窖顶上直掉。监控屏瞬间全是雪花。地窖虽然没塌，但那震动让人窒息，我耳朵嗡嗡响。迷糊中看见谢岩死死护着，后背落满石灰。疯了吗？想把这炸平？他们在逼我们出去。王社炸不穿这儿，但会把通风口和防御都炸烂。通风口一毁，咱们就是瓮里的鳖。3炮过后，我想发了。独眼狼没着急冲，派了狙击手封门。2点钟，枯树上，他在压制，得干掉他。花臂收到。那个拿长管子的，脑袋看着挺脆，一拍就碎。狙击手盯着地窖口，根本没注意头顶的树枝晃了一下。狙击手一倒，独眼狼耳机里全是杂音。废物，热成像，扫！老大，是个动物，速度太快了，那边激活，打死那只猫！妈呀，作弊呀！这火鞭子烫死猫了！救命啊！听着花臂叫唤，我急了。饭团，该你了，建议你个。饭团，记住教你的，走 S 线，别硬扛。敢欺负我大哥，咬死你们！虎啸声震山，野狼帮的人就看见一道白光冲进阵地。老虎，白的！慌什么？畜生而已，放毒气！强攻不下，独眼狼用了阴招，几个手下扛着冒黄烟的罐子冲向通风口，空气报警器又响。我和谢岩迅速戴上防毒面具。乖，别站，想熏死我们，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真正的鼠患。我掏出一个红色遥控器，谢队戴耳塞，开场了。遥控器按下没爆炸，而是一种人听不见的音，瞬间盖住整座山。什么啊？老鼠！真正的水场，成千上万只饿疯了的老鼠发起了自杀式冲锋。滚！给我滚开！老大，顶不住了，太爆了！废物车！指挥车带着2辆自行车冲出包围，上了盘山路。前方是一线天，两边峭壁，头顶积雪厚重。看着逃窜的车队，
谢言举枪想补，我却按住了枪管。别急，那是给他们留的伏。我手指悬在第2个按钮上，走好。次日清晨，暴风雨停息，昨夜那场惊天动地的雪将盘山公路变成了一片平整的雪原。野狼帮的钢铁车队如同玩具般被彻底碾灭。独眼狼倒是藏了不少好东西，这儿有一台卫星发电机，还有一套完整的卫星通讯设备。能让那老狐狸贴身带着的，肯定是保命的吧？喵，是那个味道，好香，就在盒子里。两脚兽，快打开，吃了它我会变强。我不动声色地将盒子揣进怀里，拍了拍花臂安抚。清理完战场，谢言背上了行囊，危机解除，他也该回到属于他的战场。拿着，这是加密频道的通信器，如果在直线50公里内，可以直接联系到我。如果哪天你想换个环境，或者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，来 CN 杠17号地下城找我，报我的名字，没人敢拦你。好，如果哪天我不想当山大王了，就去投奔你。保重，谢队。送走谢言，地窖里恢复了平静。我锁好防爆门，坐在桌前，拿出了那个从独眼狼车里找到的金属盒子。这是高阶变异生物的晶核，解释我只在传闻中听过。这是地磁风暴引发细胞变异后能量高度移缩体。谢言曾提到，野狼帮通过猎杀异己者和高阶变异兽来攫取这种违禁品。人类身体脆弱，直接服用会爆体，但对于已经初步进化的变异兽来说，这是脱胎换骨的唯一奇迹。那是我的，吃了它我就能打10个大笨熊。妈妈，那个石头好香，但它跳得好快，像个活的小心脏。豆包有点胖，但只要妈妈给的，豆包就吃。喵，这能量比10万个金枪鱼罐头还强！两脚兽，快给我！有了它，这片山头以后就真的归我罩着了。看着他们渴望却又痛苦忍耐的样子，我的手心沁出了冷汗。这不仅是进阶的钥匙，更是索命的毒药。如果失败，我将瞬间失去在这个末世唯一的家人。富贵险中求，谢言说这东西风险极高，但我不能永远把你们护在温室里。如果扛过去，你们就是真正的神兽；如果不，我也绝不独活。我将3枚金核分发下去，1人1颗，谁也不许抢。吃吧。然而，预想中的变强并没有立刻发生，取而代之的是剧烈的排异反应。救命！肚子里有火在烧！花臂，饭团，豆包，不要，停下来！不要！妈妈，疼，脑袋要裂开了，我是不是要死掉了？3只宠物的气息越来越弱，最后渐渐停止了挣扎，瘫软在地上，只有身体还在时不时的抽搐。我跪在地上，看着昏迷不醒的他们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巨大的恐惧与悔恨彻底将我淹没。别睡，求求你们别睡，只要你们醒过来，哪怕不进化，哪怕这堡垒丢了我也认了。醒醒啊，醒醒啊！金核一被神兽们吞下，身体就立刻开始了剧烈的反应。它们是猛地弓起身体，重重地砸在地板上，喉咙发出那种嘶哑的喘息声，皮毛下面的血管清晰的能看见，不停地跳动。
我的膝盖突然的一软，咚的一声跪在了地上。肚子里的火简直要熟了！刘教授，水！别睡，听话，都给我睁眼！冰块，还有冰块！那一晚上我都没睡，双眼布满的全部都是红血丝，非常紧张的守着冰堆。直到第二天清晨，一缕阳光照进了这地窖，冰堆里才终于传出了一声清脆的裂隙。终于，在厚厚的冰层下，这几位选手是彻彻底底的完成了这一次的进化。妈妈，豆包一点儿也不疼了，知道你心里面在想我哦。那声音直接钻进了我的脑子里，暖洋洋的。我愣了一下，一把就搂住了他们，脸埋在毛里，用力的蹭。没死，太好了，没死！妈的，吓死我了！你们这群混蛋！就在我刚刚放松了那么一点的时候，墙角那个落满了厚厚灰尘的电台突然亮起了红灯，还发出了那种刺耳的电铃声。喂，救命！我是妈妈呀！喂，在门外，冷死了！你开门啊！怎么回事？你不是？那声音简直像是张来。我死死地盯着那个电台，我非常确定、非常清楚地知道母亲已经死了。我腿好疼，你让我们进去吧。那声音是越来越清晰了，就好像有人把脸贴在门缝上在说话一样，里面是透着一股令人感觉到阴冷的气息。地窖内无线电中传出的是死人叫门的声音，我猛地抓住了对讲机，手被轻轻抱起，眼睛里布满了大量的红血丝。滚！装什么死人？我看着你们烂掉的！死了！开门！那声音已经不是从那个无线电里出来的了，头顶的通风管道里渗出了那种咕涌咕涌的动静，听上去简直像是有什么湿滑的东西在拼命的往下蠕动一样。妈妈，不对，没心跳，假的。好香的味道，又是那种让人恶心的甜香味儿，肯定是有东西在管子里面的。我的眼神一沉，反手抄起喷火器，大拇指顶开了保险。你生藤万，那鬼植物在学舌片门！救命啊！去死吧！华碧，切了他！火焰就是拿他们没办法，只能是勉强的把他们逼退。我穿上防护服，带上了饭团和花臂，心里面非常清楚，这一次是真的得冲出地窖，把他们给彻彻底底的、完完全全的铲除了。主根在那儿，墙角那个。脏东西，给爷烂在这里！藤蔓烧成了焦炭，我刚松一口气，一回头，四周漆黑的树林子里，成片的绿色的眼睛就亮了起来。还没完，这味太重了，把周围的恶狼都招来了。刚解决了女生藤蔓，几十只被那腥臭味勾引来的变异野狼狐狸又围了上来。我晃了晃喷火器，发现燃料已经空了。我扔掉了手里的喷火器，反手就拔出了腰间的猎刀。饭团，干活了！滚！想活命，那就守我的规矩。我没杀这群野兽，而是把他们收编做了护卫。我彻彻底底的改变了青鸾山的生存法则。一转眼的就到了末世的第二个除夕，外面是冰天雪地，地窖里却是热气腾腾的。新年快乐，我的宝贝们！我举起了可乐，碰了碰豆包的杯子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妈妈，饺子真的好吃，只要和妈妈在一起，天天都是过年。沈巍，沈巍收到回答，快封死出口！谢言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是白色死神节寒流来了，积雪会超过10米，气温零下80度，赶快躲起来，一定活！信号断了，紧接着头顶传来了那种沉闷的轰鸣声，仿佛有一座山狠狠地压了下来一样。糟了，暴雪来了！极寒降临的第7天，外头的世界彻底一片死寂。那10米厚的雪啊，简直是把整个青鸾山都给彻彻底底地压了进去。在地窖的最深处，氧气让人提心吊胆的在一点一点的流失，每呼吸一口都是折磨，让我难受的要死，简直是活的煎熬。不能睡，不能睡。
妈妈，我好困。我因为缺氧，彻底的昏迷了。花臂赶紧钻进了那个窄得要命的通风管道里，面对被堵死的冰层，他拼命的伸出了利爪。挖，给本大爷挖！我是这里的老大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死！3天后，我背着裹满了绷带的花臂，顶着豆包，顺着挖出来的雪洞，一点一点的爬回地面。这是哪？侏罗纪公园吗？眼前的景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冰雪融化了，土地下面的植物在疯狂的生长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湿热的烂泥味儿。春天是来了，但周围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是预示着新的危险。我还没彻底的缓过神来，新的危机就来了。这片绿林子里面藏的全都是无数变大了的捕食者。哇！救命！这朵花咬我的屁股！全员警戒，这已经不是后花园了，是原始森林。雪化了，青鸾山这一片的绿洲也是藏不住了。一群衣衫褴褛、手里拿着棍棒的拾荒者摸了上来，他们看见满山的变异果实，眼珠子都快要绿了。我站在半山腰，冷眼看着这群强盗。我这儿，给我！看那儿有个娘们儿，这山肯定是无主的，兄弟们冲上去，把吃的都抢了，那娘们儿也归我们！这群拾荒者完全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，直接把我当成了待宰的大肥羊。哼，饭团儿开饭。老虎这么大呢？饭团的这一声虎啸，那威力直接干净利落的把这群拾荒者的胆子震碎了，一点渣都不剩。老虎！怪物啊！山上有怪物！跑啊！青鸾山20里内，我的地盘，越界者死。经过这一战，山鬼的名号是彻底的传开了，方圆100里的人都知道青鸾山上面有个狠人，养着一只巨大的变异兽。光靠杀是不行的，我开始和外面通商。我在山脚弄了一个无人售货站，专门用来交换情报和物资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规矩非常的简单，以物易物，这个地方就成了废土上一个非常可靠的交易点。金盒、黄金、情报源源不断的流向我的口袋。过了3个月，我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势力。这天清晨，监控屏幕上出现了一支看起来非常整齐的重型装甲车队。梁教授，熟人来了，是那个瘸腿的家伙。这回他带了好多铁皮车。车队停稳了，20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迅速的散开，枪口对外，气氛绷得死死的。车门一打开，谢岩跳了下来，他的鬓角多了一些白发，但腰杆依然挺得笔直，只是走路的时候右腿还有点跛。我带着饭团慢慢的走出来。拿烧烤棍这种，想被咬碎吗？放下。都放下，自己人。好久不见了，山鬼阁下，你这宠物是不是喂得太好了点？在地窖里面，我倒了一杯冰凉的薄荷茶给谢岩，谢岩接过来一口喝干，看出来他是真渴。没多废话，他直接从怀里掏出了一份文件和一串沉甸甸的钥匙。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地下城爆发的变异霉菌，死了1000多人。听说你这儿有变异红景天能治，我们需要大量的。要我有救命的东西不便宜。规矩我懂，
这钥匙归你。后面那辆挂车上装的是最新型的军用重型静音柴油发电机组，外带整整1罐车的军用高标号柴油。这可是官方真的正式文件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，承认青鸾山方圆20里就是你的私人领地，还授予你一个荣誉城主的称号。以后谁敢来动这里，就是真的跟地下城宣战了。连车带油都给我，这官方的羊毛薅得爽。成交，我那点太阳能板早就不够用了。生意好不容易谈成了，才刚走出大门准备交货，装甲车顶上面的雷达突然就像疯了一样，快速地转动起来，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。警告，侦测到超大规模生物潮汐反应。队长，雷达屏幕红了，全是红点，数量简直没法算。几万，哦不，10几万，他们正在往这边冲，速度极快的。受潮？怎么会这么快的？情报不是说还有1周吗？众人冲上了高地，往远处看，地平线上扬起了一道遮天蔽日的黄尘墙，正在快速推进，大地剧烈震动，连脚下面的石头都在跟着跳动。谢岩举起望远镜，手有一点抖。该死的，是辐射受潮，那座废弃的核电站炸了。这帮畜生疯了，他们要冲地下城，青鸾山正好挡在了路中间。这个受潮的规模简直庞大的不像话，谢岩带来的地火根本不守不住他，快带着你的猫狗躲进地窖，把门汉祠等他们过去。躲？那是以前的审问，我现在身后是我的家，我的田，我的粮，你让我拱手让人？命重要还是家重要？那可是10几万只丰收。谢顿，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，问过我了吗？睁大眼睛看看，什么叫地头蛇？哨声瞬间穿透了战场的喧嚣，在山谷间不停地回荡。下一秒，原本安静的青鸾山突然开始躁动了起来。弟兄们，来活了！为了山鬼，为了罐头，给这帮外乡来的土包子开开眼！极寒爆发后的山脚，钢铁与血肉激烈碰撞，受潮前锋冲击装甲车防线，机枪管打得通红，在严寒中升起白烟。天上，那是变异山猫群，专门攻打那些要害，又快又准又凶得很。受潮冲锋的势头是硬生生的被这波空降给打断了。谢岩目瞪口呆，这哪里是猫，简直是特种刺杀部队。喂，是吗？1、2、3，好，全军听令，给我撵过去！冲啊！送飞机去丑八怪！我是路霸，妈妈坐稳了。在我的另类指挥下，局势逐渐的稳定。受潮开始后退，就在这时候，大地突然剧烈震动，2股受潮狠狠地撞在了一起，血肉横飞。这是一场真真正正的野兽间的搏杀。饭团，左勾拳，漂亮！花臂，先后排，掏那只野猪的缸。哎，这就对了吗？保持阵型，不要乱。犯我领地场，虽远必诛。那个谁，鼠王，把那根牛大腿给我留着，晚上加餐。雷鸣般的怒吼响起，尘土散去，2层楼高的双头黑熊现身，周围笼罩着诡异的绿光，巨大的死亡阴影将我笼罩。不许动我妈妈！大块头，我不怕你！沈飞，快躲开！巨掌落下，死神将至。我余光掠过身后基地入口处，那里有我刚刚利用异能催生出的第1株新绿小树，那是末世里唯一的希望，也是我绝对不能退后的底线。
想踏平我的家，先问我答不答应？豆包，用你的赤子之心锁死他的恶念。妈妈，我抓住他了，他的心里全是黑色的火。别怕，我会帮大家守住脑子里的光，不让这些脏东西钻进来。黑熊王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他那双被邪恶充斥的利眼，在豆包的进化波动下，出现了一瞬的轻柔，动作随之将死。我感受到脑海中传来豆包温暖的安抚，这让我在濒临失控的边缘找回了理智。我将所有的生命异能强行倒灌进受伤的饭团体内。饭团，他是为了毁掉小树来的，你是这家的门神，给我震碎他！生火！兽王的内脏遭受重创，绝望地发出一声嘶吼。我忍着生命力透支的眩晕，将复合对准那个凹陷。花臂，别让他跑了，你是暗影的主宰，去收了这颗肮脏的头颅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为了那棵小树不被踩坏，大爷我就稍微认真一点吧。兽王轰然倒地，激起的血尘弥漫，四周的兽群在领主死后惊恐溃散。我脱力地坐倒在雪地上，三只神兽立刻围拢，豆包温热的鼻子抵着我的额头，缓解我的精神透支。饭团虽然满身是血，却本能地看向基地的方向，感应着小树是否安好。沈维，你知不知道刚才你差点自爆，为了这几个伙伴，值得吗？谢言，你的人以前也是为了保卫什么而牺牲的，在我眼里，他们不是工具，而是这山上唯一能让我睡安稳觉的亲人。我曾经有个小队，他们也是这么护着我的，可惜我没能带他们回来。你说的对，以前我以为只有为了大义才是牺牲，现在我发现守住这一寸有温度的地盘比什么都强。强哥，等我养好了伤，我们就去算算前世那笔被吃掉的账。战后的山脚寒风刺骨，兽王巨大的尸体横沉在碎冰中，残余的辐射绿芒在风雪中明灭不定，透着令人心悸的死亡气息。我动作干脆，短刀精准地挑开兽王的颅骨，指尖捏起一枚半透明、流转着幽绿流光的晶核。这就是地磁风暴引发的异变核心。野狼帮把他们当成进化的钥匙，但在军方眼里，这是极不稳定的微型核弹。在末世，没有力量的人连做炸弹的资格都没有。谢言，如果有足够的晶核作为燃料，你能弄到那台军用核电池发电机组吗？那东西在省城军械库深处，现在的地热能难道撑不住了？地热只能保证不被冻死，我要建立绝对禁区，就要永不枯竭的防线，而不仅仅是维持心跳。防爆门隔绝了死寂，室内恒温系统轻微嗡鸣。豆包小跑过来，用湿漉漉的鼻子抵住我带伤的手心，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安慰声。我脱力地靠在沙发上，花臂轻盈地跳上控制台，绿眼睛死盯着不断闪烁的耗能指标。饭团则在一旁仔细清理毛发上的血渍。妈妈，你的灵魂在发烫，大块头已经死透了，别怕，豆包会一直守着门。我没事。花臂，汇报机组损耗，刚才电网超频，蓄电池还能撑多久？快割到肉了！蓄电池已跌至红线，地热压根本带不动第二波这种冲击，没有新电源，下次我们就得手动摇发电机了。知道了，看来省城的军械库我们非去不可。推开两道气密门，紫色的生长灯倾泻而下。我走向中央的玻璃罩，里面一株通体剔透的幼苗正微微颤动，流转着淡绿色的微光。妈妈，它变亮了，它的呼吸让我不疼了，我会守着它，谁也别想碰。它是我们的命脉，它能净化磁场辐射，也能通过频率催化周围的作物。有了它，我们就有了吃不完的鲜果。只要它完成首轮进化，这里就是真正的世外桃源。饭团，护好它，它是我们的未来。谢言推门而入，将一份布满红点的战略地图铺开，
神色比在战场上还要冷峻，呼吸略显沉重。审出来了，强哥只是个噬药的棋子，真正盯着这片山的是一个叫盗火者的组织。果然是他们，前世这群疯子为了掠夺异能，专门猎杀觉醒者，并进行分食。你竟知道的如此详细，他们不仅抢资源，还在寻找一种能重塑磁场的母体植物。所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突袭他们的能源站。我出神兽，你出战术。这一次，我要让这群食人恶鬼彻底在血缘上除名。战后的余波未散，栽培室里的空气却透着湿润的微甜。我拖着步子走向中央玻璃罩，这是基地的命门。我指尖拧起一团翠绿色的光球，将其缓缓按入玻璃罩。小叔，帮帮我，我们需要粮食，也需要你撑起磁场，挡住这些该死的辐射。妈妈，你变多了，红彤彤的小圆球变多了，以后不用天天吃铁罐头了吧？对，我们要种出一片森林。豆包，把谢妍叫来，让他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底气。餐桌上的一盘鲜红番茄与生菜，在灰败的末世废墟中显得极其不真实。我坐在一旁，谢妍看着果蔬未动，他那双握枪多年的手，指关节布满老茧与裂口。我带兵去过最先进的地下城，也没能见过这种磁场辐射下产出的新鲜蔬果技术。你这棵树到底什么来头？它不是技术，它是生命。谢妍，只要守住这片山，我们就能活得像个人，而不是相互掠夺的畜生。你信了吗？如果你能大产粮食，盗火者抢的就不是地盘，而是人类的未来。沈巍，你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。所以我需要核电池和绝对防线，你帮我守住外围，我帮你养活剩下的兵。这交易做不做？昏暗的灯光下，谢妍熟练地拆解保养磨损的弩机。我对照花臂带回来的情报，在地图上做着标记。梁教授，东边那几个摊子解决了，但我闻到了腐肉味，是那群没皮的怪物正往排风口钻。看来盗火者等不及了。谢妍，你当初失去小队也是因为这种绝境吗？是，我们被困在废墟，没有补给，眼睁睁看着战友为了省下一口干粮选择自尽。那时候我觉得牺牲是唯一的路。在我这里没有牺牲，只有守护。你的战友没能等到绿洲，但我可以让你在死之前看见他。作战准备就绪，三兽呈品字形守护出口，杀气凛然。妈妈带着这个，这是小叔送你的，他说会等你平安回家。下了，大家伙，谢妍，出发，省城西郊，去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明白，沈巍。如果这次能带回核电池，我这条命以后就卖给你这个山主了。走，去把我们的东西一件不少的拿回来。整城的摩天大楼，如今只剩下冰冷的钢筋骨架。能源中转站矗立在废墟中央，防爆围墙上布满了暗红色的抓痕。我趴在半塌的立交桥下，通过望远镜锁定排风口。正门有火控残留，硬冲是死路，我们从侧面冷却管钻进去。花臂进去了。谢妍，空气里有一股浓烈的福尔马林和腐肉味。那不是腐肉，是没皮的人。盗火者用辐射晶核灌注出的死尸，只有杀戮本能。妈妈，好脏的味道！管子下面有东西，他们识海里全是饥饿感。管道内壁布满冰霜与绿色粘液，每走一步都伴随滑腻的摩擦声。我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不明粘液。梁教授，前面的闸门反锁了，里面有3个怪物正在分食，场面太恶心了。那是谢妍留守同僚的尸体，翻团，暴力拆除。碎了，妈妈，虎八怪转过头来了，真想吐。大厅中央，3具血红的变异人正蹲在残骸边，他们察觉动静，四肢着地，顺着墙壁攀爬冲来。大脊椎，那是他们的能量接点。谢妍，退后，翻团压制，花臂收割。3具怪物尸体迅速干瘪，化为一滩黑色腥臭的脓水。我靠在机房门旁，剧烈喘息，手心由于紧张而微微发烫。这就是盗火者的杰作。如果我们失败，青鸾山的结局也会变成这样。我绝不会输，前世我死在他们手里，这一世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怪物。
妈妈，核电池就在柜子里，有了它，地窖的灯永远都不会熄掉。谢言，拆卸，我们得在第2波怪物赶到前撤离。我望向省城中心最高的塔楼，目光如刃，核电池散发的幽蓝色冷光照亮走廊，铅盒沉重，谢言单手拎起，后方警报声伴随金属摩擦声逼近。第2波怪物已经在门外，我反手拉动女栓，眼神在闪烁的应急灯下异常冰冷。辐射在升高，自毁程序被激活了，我们要赶在冷却液泄漏前穿过2号配电间。盗火者想把这里变成废墟。谢言，你带电池先走，饭团开路。那些东西成群结队，你留下来断后太冒险。我没有让女人挡枪的习惯。这不是牺牲，是效率。我的猫锁定了他们的弱点，你留在这里只会挡我的视线。走，变压器电流爆裂，10几道血红身影顺着天花板飞速滑行，绿色粘液落地冒出刺鼻白烟。我屏息凝神，手指扣稳扳机。梁教授，这些傀儡被远程操控了，耳朵后的芯片是命门。看到了，花臂，去切断他们的信号。剩下交给我。电流啸叫刺耳，监控屏显示亮起，出现一个模糊的黑色剪影。精彩，沈小姐，若你肯交出那株母体植物，我可以考虑让你成为我们的正式员工。那棵树能重塑地磁，而你只是在浪费它的天赋。变成那种没皮的怪物，强哥那种残渣你都收，看来你们的门槛也不怎么高。收起鬼话！当年你在省城废墟分尸我战友的债，迟早要清算。废话真多。豆包，信号源在哪？他在省城中心最高的红塔里，他在向我们带不走电池。轰然巨响中，能源站喷出炽热火势，小队在爆炸瞬间跃出冷却管，跌落厚重的积雪。饭团迅速爬起，用脊背挡住飞溅的碎片。我翻身坐起，第一时间按住铅盒。电池在就行。谢爷，爆炸会引来变异兽，快撤！沈巍，他说那棵树能重塑地磁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意味着那里是唯一的净土，也是这群疯子最想摧毁的地标。回山，有了这组电池，我要让青鸾山变成盗火者的禁区。省城的硝烟远去，青鸾山的轮廓在风雪中渐显。谢言手中的铅盒散发着幽蓝微光，这是我们拿命换回的生机。我冒雪前行，唇色由于寒冷而显得惨白。谢言紧随其后，稳托铅盒，警惕四周。沈巍，门就在前面，电池能力正在下降，必须立刻接近机组。豆包开门，花臂断后，盯紧后方。梁教授，放先走。方圆5里，除了咱们，没活物能喘气。地窖内灯光昏暗，发电机组发出低沉的喘息。谢言迅速将核电池模块陷入主控卡槽，手指在电缆间飞速穿插。我按住启动开关，将生命异能注入机组。成了，核能并网成功，地热减压开始回升，以后稳固供电，不用再省照明电了。这只是开始，有了它，电网防御等级能提高3倍。盗火者就算开装甲车来，也别想跨进这道门。不闪了，梁教授，监控屏幕全亮了，大爷我以后巡逻能偷懒了。暖和了，妈妈，地板都在发热。充足能源激活了栽培系统，细密的营养液化成雾气洒下。我走向小树，受核能供养，它的叶片剧烈颤抖，发出欢快的风鸣。能量管够，现在把这座山的防御磁场建起来。我释放异能，小树迅速抽条，根系顺着培养槽蔓延，与地窖钢铁骨架融合。室内生菜、草莓瞬息间开花挂果，饭团凑近草莓藤，发出了惊讶的呼噜声。妈妈快看，果子变大变甜了，还在跟我打招呼。妈妈，小树吸走了辐射，现在这里闻起来像前世的大森林。谢言，尝尝，这是雪原上唯一没被污染的味道。壁炉内炭火跳动，暖气充盈。我靠在沙发上，豆包贴腿入睡，花臂在梁上打着小呼噜。我以前觉得末世有个避风坑就是万幸，沈巍，你真的把这里变成了一个世外桃源。我不想再为了抢一口馊饭去杀人。这电池能撑50年，只要守住这里，我们就能活到末世结束。盗火者不会放过这种地方，如果他们进攻，我会守在第一道防线上。我说过，这里没有牺牲，你死了，谁来帮我维护那些复杂的发电机组？我们会一起活下去，直到看着那群食人恶鬼
烂在雪里。这一刻，谢岩心中那块因失去战友而僵化的冰，终于在这温暖的地窖里彻底消融。清晨的寒雾翻涌，3辆重型装甲车撕裂了雪原的宁静，履带在冻土上留下深陷的齿痕。数百名没皮的人如潮水般紧贴着车队行进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化学药剂味道。长官，目标进入射程，干扰期就绪。沈小姐，磁场已经出卖了你，交出母体，你和宠物还能活命，否则这里将变成屠宰场。第一梯队试探，看看那组核电池能撑多久。监控屏幕由于外界干扰而不断闪过雪花，但随着核电池功率瞬时提升，画面迅速恢复清晰。我坐在配置台前，手心由于紧张而满是冷汗，眼神却冷静如刀。妈妈，好多黑色恶意，铁眼怪物想把我们全剥皮了，好臭啊！他没那个命。花臂，废掉干扰源。并网时我就埋了病毒，只要他们跨线，干扰器就会爆炸。50个死士冲锋，先用电网还是放饭团？开启绝对禁区，50名没皮的死士四肢着地，踩着积雪疯狂冲向大门。就在他们触碰到第一道铁丝网的瞬间，原本平静的雪地突然爆发出耀眼的紫色电火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监控画面。撤回来，开启全频段电磁屏蔽。敌军暂时退却，生活区内，饭团趴在温润的地板上喘息，毛发尖端带着微弱静电。豆包叼着浸过灵泉水的湿毛巾，体贴地搭在饭团受伤的前爪上。我注视监控屏，如释重负地垂下肩膀。第一波守住了，铁鸭不会撤，下次可能是钻地弹或毒气，我们需要加固通气孔。我知道，但这只是开始。谢言，看，监控显示山顶笼罩淡绿薄雾，飞鸟触碰薄雾后瞬间掉头离去。小树正在建立领域，进化完成后，这里就会是吃人的移动迷宫。小树说他会抓牢石头，他要保护大家。守住今晚我们的土，他们一寸也别想带走。地窖内炉火正旺，一道厚重的铁门强行将温暖的生机与门外的尸山血海隔绝成了2个世界。核能灌入栽培室，高压线缆低频颤抖。我扣住强化玻璃罩，翠绿翼能注入玻璃震能。小树，顺着山的脊梁扎下去，把整座岩层变成感应器。地底有绿蛇在钻。妈妈，山变沉了，我在变层。它在跟基地共生。饭团，以后这里是绝对禁区。雪原营地，帐篷随风猎猎作响。铁鸭坐于车边，机械左影闪烁红绿。副官地上焦黑电路板，铁鸭夺过捏碎。长官，侦察班进入绿屋后，体征清零，没有战斗记录，未传出信号。他们连开火的机会都没有。监测显示，心脏瞬间被尖锐物贯穿。他把山变成了捕蝇草，申请枯萎剂和钻地弹。既然抓不到活的，就让他死在土里。壁炉火光摇曳，桌上草莓鲜红。谢岩放下满是油污的手册，他注视窗外绿雾，眉头紧锁。这味道像和平年代。沈巍，铁鸭的重武器到山脚了，我听到了履带声。他进不来，领域已成闭环，除非他挖空整座山。考虑过幸存者吗？如果这里是唯一生机，成千上万的人涌来，你会对同类开枪吗？这里是堡垒，不是难民营。谢岩，别拿大义绑架我，慈悲只给家人。别吵了，后山那几个钻地鼠已被勒断脖子，正往土里拽。死士持动力钻头在岩壁掘进，火星四溅，层岩炸裂，苍青根须破土，缠绕死士腰部。我站在监控前，冷冷地看着这一幕。这就是我的领域，谁伸手，我就切了谁的爪子。雪原被火光洗成焦黑，4辆巨型抛射机推开积雪，斜指山顶。储压罐内翻涌着灰色药剂，铁鸭按动按键，抛射机后座数枚弹头划破绿雾，弹头在山腰爆裂，灰雾蔓延，与淡绿领域接触的瞬间冒出白烟，草木迅速变黑枯萎。领域在衰退，
那是军用级的枯萎剂。长官，绿雾缺口已现，突击队准备降落。全员压上，不要活口，只要母体。地窖震动，灰尘扑落，监控屏上代表小树生命强度的绿条急速缩短。我扶住控制台，指关节由于发力而苍白，豆包蜷缩在侧，抓挠地面。妈妈，小树好疼，那些火焰在烧它的叶子，它抓不住石头了。谢言，启动所有机枪台，这里就是他们的公墓。过滤系统快到极限了，灰雾里有毒素。沈巍，必须在气泵阶段前解决掉那些炮车。我去，花臂前行，饭团强突，你守死这扇门。我骑在饭团背上，撞入毒雾，饭团周身暗金纹路亮起，形成透明能量膜。死士顺绳索从机舱跃下，花臂在乱石间闪现，爪尖划过，切断敌方呼吸罩。饭团张开巨口，次声波呈扇形横扫。滚开！别碰我妈妈！饭团冲下去，撞碎抛射机。铁牙拔出震动长刀，踏碎冰面。他死死锁定那道俯冲而来的暗金身影。我握紧弩机，心跳如鼓。哼，畜生！铁牙，前世你把我卖给食人魔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？前世你神志不清了，交出母体，给你个痛快！我嘴角勾起残忍弧度，按下遥控器。这是埋在装甲车下方的超频陷阱，雪原底部的电缆消降，湛蓝电弧破土而出，瞬间覆盖方圆100米。下地狱，去问你的前世吧！核电弧撕裂洞口，湛蓝能量网将装甲车熔成废铁。铁牙被气浪掀飞，机械半身迸射火星，黑烟弥漫。我走向铁牙，饭团低吼，金毛炸开，喉咙回荡次声波余震。核能超频，那整座山左右耳，疯子！地狱里有人告诉你答案，你想要的母体，送你一程。妈妈，小树动了，地底脉络已接通。山峰巨颤，淡绿色雾凝成通天翡翠光柱，根须炉交融破土，贯穿炮车，林木复活，枝条缠绕士兵，拖入绿意深处。我看着这一幕，知道一切终于要结束，领域开启，万物归位。这才是神迹。根须收拢，铁压没入泥土，化作肥料。我站在山巅，看着身后的万顷绿意与前方的皑皑白雪。在这个崩坏的世界里，我终于守住了我的家。领域屏障合拢，雪原死寂，唯有绿山屹立。强哥躲在乱石后，见势不妙，欲逃。薇姐，我错了，前世我也救过你呀。救我？前世你把我卖给食人魔，分食我血肉时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三箭齐发，断其筋骨。我冷冷地俯视着他，我不杀你，我会把你丢在领域外，你会在严寒里看着自己冻成冰块，像前世的豆包一样。地窖内暖如初春，核能稳定，果蔬在磁场下闪烁，壁炉火旺，映红了我的脸。我坐于沙发，享受着久违的安宁。领域扩张了10公里，沈巍守住了。不是活下来了，谢言，这里不需要英雄，只需要家人。明白，山主。妈妈，骨头好甜，我能听到妈妈的心跳了。本大爷要睡50年的安稳觉。吃果子，保护妈妈，永远在一起。青鸾山在灰败的荒原中，如翡翠般生生不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这是属于我的新世界。我是沈巍，这是我的堡垒，我的家人，我的新世界。